大家好，我是南怀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那在本期视频开始之前呢，我想告诉大家，我在 YouTube 也开了我自己的频道，鼓掌。然后链接我会放在下面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谢谢。那今天视频的主题呢，是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AirPods 的优点和缺点。那其实这个是我作为一个非常普通的不懂耳机的消费者，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体验，不会说到很具体的参数啊、科技啊等等，就是非常专业的内容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你就继续看下去吧。首先呢，先讲一下购入渠道，我是在奥克兰出境的机场免税店买的，价格我忘了，但是比双12的时候好像只便宜一点点，所以我感觉并不是特别划算。然后这个套子是我奶奶帮我织的，对，然后我和我奶奶也做过一期关于 iPad 的视频，内容就是她是怎么使用她的 iPad 的，我也会把链接放在下面，你可以去看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。掉出来了 OK， 那我先来说 AirPods 的优点吧。优点呢，第一个就是相较于有线耳机， AirPods 它作为一个无线耳机，如果要分享耳机的话呢，会更加方便。比如说你和你的小伙伴一起看一个视频或者听一首歌的话，不用像有线耳机那样两个人要凑得很近了。并且我和我爸一起做过一个实验，就是我拿着手机，然后我爸拿着耳机，他走到距离我大概30-40米之外的地方，耳机的声音才会开始出现断断续续的情况。也就是说呢，正常使用情况下，只要不是离得特别远，你和你的小伙伴完全可以成功分享耳机里的音乐。第二点，在不受到外力的作用下，耳机其实是不容易掉的。不过这一点呢，因人而异，有些人可能会比较容易掉，但只要不是它不适合你的耳朵的话，像你歪头啊、甩头啊这些动作是不会导致耳机掉落出来的。我亲测就是跑步跑得比较剧烈的时候的话，能感到耳机在耳朵里面会有一点松动，但是最后没有掉出来。如果只是正常的走路、走楼梯，我觉得只要没有外力碰在耳机上面，耳机也是不会掉出来的。第三点呢，是一些设计上的小细节，比如把耳机放进盒子里的时候，这样你会感受到就是它有一个吸力，看见了？再来一下，这个吸力就是体验比较不错。也是因为这个吸力呢，如果你打开盒子，然后如果是倾斜的话，或者是倒过来，耳机也是完全不会掉下来的。说完了优点，那我们接下来说缺点。我刚刚提到，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 ，AirPods 是不容易掉的。可是尤其现在是冬天，如果你戴一个厚围巾啊，或者是你戴上了卫衣或者羽绒服上面连着的帽子， AirPods 掉落的概率就明显增加。如果你穿戴着我刚刚说的那些衣物，其实耳机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会和这些衣物就是产生摩擦，然后耳机就会有掉落的风险。就比如说你戴一个厚围巾啊，然后这个耳机可能就会碰在围巾上面，然后你一低头什么它就会有点松动，然后如果不小心它就掉了。也包括那种卫衣的帽子，如果卫衣的帽子头的两边就是对耳朵那边比较紧的话，耳机也是十分容易和卫衣的那个帽子或者羽绒服的帽子发生摩擦。总而言之呢，它的缺点就是戴上它就不像戴上有线耳机那么有安全感，并且当你在穿比较厚的帽子啊或者是围巾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我是总担心它会不会掉的。第二个缺点呢，就是它有时候可能会自动连接不成功。这种情况下呢，你以为你打开它，然后你把它拿出来塞到耳朵里，它就连上了，但是有小部分情况嘛，实际没有连上，你手机的声音就外放了，我觉得还是蛮尴尬的。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不高，但是感觉和原来的期待值还是有所落差。第三点呢，我觉得是这个耳机不太便于清理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，看不清楚的话我会之后拍照再贴上来。这种表面上会有很多很细小的划痕，甚至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。其实这个就是会有划痕这一点，我也是看其他人说我才知道的。就他们说了我才看，原来我的 AirPods 上面也有那么多划痕，我原来一直以为我一直套在这个套子里面就应该会没有划痕才对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里面脏了，比较难清理，能拍出来？你看像这边能看见吗？就是像这边有，我的指甲为什么看起来那么丑啊？像这边会有一些黑点点，
然后包括像这边也有一些黑点点，而且像它很小嘛，首先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进去的，其次呢就是它太小了，其实并不是很好清理，然后也处在这种靠缝的位置，就真的是不太好清理。然后它也是白的，所以这种东西看上去就会比较明显。我觉得如果你介意这一点的话，那我还是建议你考虑一下。好啦，那以上呢就是我使用下来体验到了所有 AirPods 的优点和缺点了。我在买 AirPods 之前看到过一个提问，是一个人问他说买 AirPods 后悔吗？有人回答说后悔，不过后悔的是没有早点买。我实际使用下来呢，感觉你如果要买的话，那肯定是早买早享受嘛。但是如果你还在犹豫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不用 AirPods 也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地方。好啦，那本期视频就是那么多。如果大家觉得有帮助的话，请问能不能给我投币、收藏、点赞呢？记得去看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